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的朋友，接下来的你在秋分过后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突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紫微破军、火星的反牌、病的反牌。你们呢是属于非常有执行力的人哦，是会勇于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人。那破军的特立独行与创意，搭配了紫微的高格局，还有好大喜功哦，总会让你呢有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想法，是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开创新局势的人，那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使命。你们呢是有勇有谋的梦想家哦，做事呢也非常有创意，常常呢会想出让人觉得很特别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点子。个性呢比较不拘小节，大辣辣的，这呢也是你的魅力所在。不过抽到这张牌哦，也代表着你现在正处在一种需要拼一把的关卡上。你可能呢现在正处于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卡哦，可能在决定要不要去国外留学，或是呢要不要自己出来创业。那现在呢也正是需要你大破大立的时候哦。那火星呢也是一颗非常有爆发力的星星，但是呢这里是颠倒的，这也代表最近你感受到做事情呢有很多阻碍，让你很有挫折感，或是会觉得行动力受阻，那也可能呢很难以表达出自己的需求。那不过病的反牌也代表阻碍你的事情呢迎来曙光，或是困扰你已久的问题点终于曝光了，这样呢反而会带给你希望，有机会呢找到方法来解决它，也能迎来一个转变与重生。那塔罗牌呢这边的讯息也是一样的哦，老鼠、山和鞭子哦，这都象征着一些阻碍和麻烦，还有破坏、伤害的能量哦。那这些能量很有可能是一直周而复始、反反复复一直纠缠着你的哦。那可能呢，最近和人有一些冲突，或是呢有沟通不良的情形哦。这些问题都会使你的情绪感到很焦虑哦，而你呢也会在心里一直反复的思量、挣扎，一直钻牛角尖。那把这些事情放大，让它占据你的生活。那这种反复纠结的能量很容易呢让你的神经系统产生问题哦。那节制的逆位呢也显示你最近做事比较没有弹性，那也很难去接纳别人的意见哦，也很容易钻牛角尖而把事情搞得复杂。你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问题的核心与本质。那最近的生活呢也容易有一些变动哦，有部分的朋友可能是经历了搬家或是转换工作。而月亮这张牌呢跟刚刚病的反牌也是一样的意思哦，代表着隐藏着的事情呢终于曝光，或是如果你之前有经历过了背叛，或是有人对你说谎，这都代表着呢你能得知这些隐藏的真相哦，而且呢前方的道路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朗。不过呢金币9的逆位也代表着你过去可能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在错的事情上面，或是呢做事想要寻找捷径，想要不劳而获，因而呢招致失败，而让自己陷入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也看不到未来，让自己的心感到迷惘，也一直呢陷在负面思考里。不过呢你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哦，只是呢你可能太专注陷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没有注意到身旁递出的橄榄枝。不过呢愚人牌的出现也告诉你，新的行动或新的改变即将来到你的生命之中，你需要呢有大无畏的精神来行走接下来的每一步哦。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那就代表呢这一组的讯息是给你的哦，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一组的朋友，接下来的你在秋分过后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突破呢？
这组呢感情的讯息比较少哦，比较多的呢是来自个人成就的发展，还有内在情绪的修护方面。我们看到右下角的女神卡抽到了 Hale， 那 Hale 呢是掌管着死后世界的冥界女神哦。我们看到她的脸呢，一半是美丽的，也就是呢我们一般正常人的脸，那一半呢是腐朽的骷髅头的脸。那这也象征着生与死、光明与黑暗，也象征着灵魂的过渡地带。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你正在一个人生转换的过渡时期。那这个时期呢，每个人不一样哦。有的人呢，时间很长，可能要3到10年；那有的人短，可能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哦。那不过呢，抽到这张牌都是在告诉你，你正走在一个成长蜕变之前的至暗时刻。那它对应到的符文呢是 Haglaz。那 Haglaz 呢代表着一种破坏性的能量哦。那象征着你的生活中呢出现了一些突变与变革。比如说呢，在感情方面呢，你可能刚刚经历了一场感情风暴。可能呢经历了怀疑、不安、背叛，最后不欢而散哦，或是呢面临到了事业需要转型，那这都代表着一个变动的能量哦，而且呢是如飓风般突然的到来，可能呢会让你感到无力招架哦。你可能呢经历过了一个灵魂的暗夜哦，不过呢危机也是转机。也就是呢，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些风暴而得到意料之外的收获与成长。那虽然痛苦哦，但是呢，这会带给我们新的成长与新的发展。当然啦，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哦，你应该要学会保护自己，并且呢，适应生活中的变化。这可能呢，包含了调整计划、改变观点，或是更新你大脑里面的资讯哦，跟上社会的脉动。还有呢，要记得哦，积极的应对接下来的挑战。我们看到左边的 Comet 还有 Hag 这2张牌哦，也是一样的意思哦。在古代呢，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古人哦常常会把彗星视为灾难之星，而且呢会带来瘟疫或灾难哦。而且呢，彗星的出现常常是不定期、突然的出现，所以呢，也代表着有别于平常的改变哦。同时呢，也会带来变革或王朝的更替，所以呢，这也象征着破坏性的能量哦，也容易呢会带给我们恐惧或焦虑。而且呢，这个改变哦，也有可能代表你是无力反击的哦，可能呢遭受到了别人恶意的攻击，或是不怀好意的挑衅。我们看到托特哦抽到了月亮牌，跟刚刚的塔罗牌一样哦，这代表着你现在哦可能受到重复出现的情绪所困扰着，而且呢你正处在一个极为不安的情绪之中哦。那抽到这一张牌呢，也是说明你的不安其实呢来自于心底，来自于你灵魂深处的恐惧。那这可能呢来自于过去的经历哦，而且呢是一直反复发生的事情哦。比如说呢，你之前可能因为某个原因而和上一任分手，那结果你之后又被有着同样个性的人吸引，现在呢同样的事情又再度发生了，你可能会觉得这就是命运，或是呢就是你遇人不淑。但是呢，在你的潜意识的创伤还没有得到疗愈之前，这样的经历呢，你可能会一直重复着哦，直到你经历了成长或醒悟。而月亮这张牌也显示你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 unknowing 这张是一样的哦，而且呢，会对一些未知的事情呢，或者是未知的东西感到恐惧。那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好了。比如说呢，你刚到一个新的环境，那公司里有一位同事，看着呢很难聊，那你跟他也不熟，遇到他呢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那可能他又很爱找你聊天哦，两个人呢常常尬聊，话也不投机，说呢也说不上什么，
气氛呢也尴尬。那正巧呢，这时候你远远的看他往你的方向走过来，那你的内心也有点慌，你可能呢会有不自觉的会闪避他，或是绕路走的情况。这是最简单的状况。那大一点的可能是你对未来的规划，一个人生的目标，目前呢都是感到茫然的。或是呢你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但是你不知道这条路走下去是不是对的。你无法确定呢走下去你有没有办法处理过程中的阻碍，或是呢结果可能不如预期的这种能量。那不过呢，宇宙要你不要再忧愁或烦恼了。我们看到虎爷将军这张牌他给我们的讯息是清除不安感。因为你所想的、所问的这个问题呢，只有你能为自己找到答案。因为呢，你不往前迈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前方等着你的会是什么。就像刚刚的同事，也许呢，他只是想要消除你在这个公司的孤立感，让你知道呢，公司的人不是都很冷漠的。所以呢，你应该要清除心中的恐惧还有过多的负面思考。那虽然呢，我们不确定这个决定或是方向是不是正确的，但是呢，只有你勇敢的去做，你才能解开这个谜底，不是吗？那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克服这个不安和困惑，而且呢，你的心里其实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宇宙要你朝你的目标前进把握时机，不要错过了之后才后悔莫及。我们看到 all according to plan， 这也是一样的意思一切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并且呢，带着正能量往前迈进。因为呢，你知道你的价值。Skunk Spirit 这张臭鼬精神是在提醒你，你应该呢要知道你的价值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你，但是你不用太在意你只要做你自己，并且为自己的身份和成就感到骄傲。因为呢，你将能透过你的特质为自己开启或扩展一个新的世界。那我们看到这张世界牌呢，这告诉着我们世界还很宽广那外面呢也有很多的选择在等着你，所以呢你更需要开拓你的视野，把一些你没考虑过的选项纳入其中。那抽到这张牌也代表着你拥有无限的可用的资源。只要呢你能放大你的视野你将能找到可以尽情发挥的舞台。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的讯息。我们看到云这张牌，跟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也是一样的这代表着你当前的消极能量当然呢，也会为你带来风暴或麻烦。那加上鸟和蛇也代表着身边有对你不利的流言蜚语，这也会让你的情绪呢受到影响。那身边有着不怀好意的人对你虎视眈眈的那创业的朋友呢，可能会担心自己投资的钱能不能回收，或是呢担心契约的签订能不能顺利。可能呢现在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呢我们看到你能利用你的霸气和资源，透过沟通，最终呢是能得到满意的结果的那待业中的朋友呢，可能找了很久的工作，但是呢会觉得阻碍很多可能呢会觉得工作的性质或是自己的专长不符，而身边的人呢又一直在碎碎念。建议你呢可以找到自己的强项，再多练习自己的口语表达，很快的你就能得到满意的工作我们看到呢未来的阻碍还是很多但是呢也会伴随着很多的机会。你可能呢想做的事情太多，导致你无法专心，无法专注，或是呢常常一个人当三个人用建议你要找到核心提升自己的专注力，不要常常想要一个人去完成所有的事。所谓呢术业有专攻，你可以尝试和人合作，力量会更大我们看到后面的世界牌，这也代表着你能找到你的天命，
找到你安身立命的地方。世界牌呢，也象征着一个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哦。那也显示着你过去的那些阻碍，能透过别人的帮助来圆满的解决。这是最棒的、最快乐的结局哦。也代表呢，你能带着希望和喜悦的心，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前进。不管呢，这代表的是哪一方面的旅程哦，都能带给你心灵的满足感。而世界呢，也有着网络的意思哦，这也是提醒你哦，可以善用网络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可能呢，你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但是呢，平时就喜欢写作。那建议你呢，可以透过网络来发表作品，你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那这组牌的朋友，3的能量很强哦。那3的课题呢，也是渴望着被认同。而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累积你的智慧与转换你的视野。现在呢，正是你发挥潜力和跃升舞台的好机会哦。我们看到秋分过后呢，你将能从局限住自己的框架中跳脱出来，转换成在自己梦想的世界中遨游的旅人。而你最大的突破将是能确立方向，可以专心的在自己的领域里发挥价值，并且呢，能够实现自己过去长时间的计划与目标，让一切呢都走在轨道上哦。那也能在你建构的世界中呢，自在的畅游，享受人生的成就与美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茶叶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和关键字呢？首先呢是长笛，这代表着身边可能有人让你感到失望哦，或是呢你容易对现在的生活产生不满，总觉得呢现在的生活不如意。不过呢，我们看到后面的梯子你将能攀住成功的顶峰，所以呢你先别急着灰心哦。那盾牌呢，则是要我们保护自己哦。目前身边还有太多不友善的能量，建议你呢必须要保持警惕。再来龙，则是要你提防自欺的行为，或是有人呢会想要让你做出你不想做的事情哦。这些呢都是你未来还需要面对的挑战，建议你要勇敢的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哦。不然呢，很容易被一些强烈的不安感或是愤怒的情绪淹没了你。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1卦的乾卦。这支卦很好有着承先启后的意思哦。那1呢，也代表着一个新的能量，新的开始。上下卦皆为乾，那么乾为天哦。天呢，指的是宇宙浩瀚无边的空间，那也代表了天地万物的主宰，跟刚刚抽到的2张世界牌呢，也有着相呼应。这也显示在未来的你将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正面能量，也有着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支卦呢，也有唯我独尊、谁与争锋的气势哦。那也是显示在未来的你将能顶着霸主的光环，享受万众仰慕的荣耀，做事呢容易一鸣惊人，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最近的运势不错哦，可能会有重量级、地位高、有权势的贵人相助，跟塔罗牌的熊是一样哦。它呢可以帮助你实现梦想。那想要从事新的工作或是想要创业，现在时机正好，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呢要注意人和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第1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组的朋友，接下来的你在秋分过后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突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廉贞破军、擎羊的反牌、地旺。你们呢是很真性情的人也会呢不想臣服于传统礼教的体制之下。那我们看到牌面上的这个英姿焕发的大将军，
多了可以展翅翱翔的翅膀，能力更好。但是呢，冲破禁锢的力量也会更大。当你想冲、想飞的时候呢，就会展现不顾一切、只管往前冲的冲劲。但是你们的创造行动通常是带有破坏力的。你们呢是个超级的行动派，执行力很高，那也能够呢勇于挑战社会的价值观，所以呢会难免给人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印象。那你们的个性热情干脆，人缘魅力呢通常不错，蛮适合有关于公关方面的工作而且呢有想法有创意，也蛮适合从事企划或艺术相关的工作。那我们看到帝王这张牌这象征着你目前呢正值盛年，这不是代表你的年纪只是一种比喻，也就是呢你现在的气势达到一种顶峰的状态。那可能呢目前的人生已经达到某一个有成果的阶段可能呢是努力的事业有了一些成果，或是呢你努力学习的一项专业也达到了一定的成就。那不过呢这张牌也显示事情达到全盛状态，好到不能再好。那我们也知道物极必反，也就是呢目前你可能开始会有一点感觉，就是运势开始走下坡，正在经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期。那你们呢也是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不过擎羊的反牌也代表目前你们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想要突破，想要解决，但是却缺乏积极度或是不够果决。当然了，这也代表你目前想做的事情太多，所以呢有点力不从心。权杖七呢代表着更多的机会或选择，你可能一个工作做得好好的，那觉得空闲的时间很多，所以呢又去找了另一个兼职工作，或是小小的投资了一个事业，比如说当娃娃机台主之类的。那结果呢晚上下班后可能花了太多时间去整理货品，或是想着呢要怎么摆，夹子要怎么调才不容易出货，那导致呢原本正职的工作呢表现下滑，诸如此类的或是呢你原本的一个事业呢已经快走到尽头了，比如说疫情很流行的团购好了，那你可能呢做得好好的，那结果现在团购的数量大不如前，也赚不了什么钱，所以呢你开始斜杠做了另一个新的工作，想要把团购结束，但是呢又有点舍不得那毕竟呢这也是你之前花很多时间经营起来的社团或群组，也就是呢想做的太多，但是呢现实条件无法支撑你继续做下去，或是呢某个事项呢可能面临了该结束的时候，但是你心里会有点舍不得的状态那最近的你会有用脑过度的问题，你可能会一直在想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们看到圣杯七、金币七、权杖七都出现了，那这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应该说呢对目前的你而言你应该了解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你们呢是很容易会自我怀疑的人，那有时候呢需要克服一些关卡，那这些关卡可能来自自己内在的认知与思维，而现在的你可能太专注在如何才能做得更好，那要小心有时会有点太钻牛角尖你应该呢很清楚短期内是很难改变所有的事情的。而权杖七呢是倒立的，这代表你最近有可能遇到反对的困难，因而呢陷入焦虑、优柔寡断或是忧郁的状况。而宝剑十的逆位也象征着这个反对的力量呢已经即将要步入尾声，所以呢最近的你应该有机会可以再重启自己的目标了，和朝一个新的方向出发了。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那就代表呢这一组的讯息是给你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听下去咯。
选择第2组的朋友，接下来的你在秋分过后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突破呢？我们看到右下角的女神卡抽到了 Jera， 这代表着你在过去曾经遭遇到了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呢，使用不公正或不光彩的方式，让你遭受到了耻辱或是不得不屈服的状况那也违背了你的意愿，去逼迫你呢做出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事件可能影响你很久很久，让你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呢，都深受这件事情困扰着。那 Jera 呢，对应到的符文呢是 T-words。T-words 的出现是在告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的身心安静下来，学会在对话或是做事的时候呢，处于当下，也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呢老是想着过去让你感到后悔的事，或是呢担忧未来又有哪些状况他要我们停下来注视和聆听我们周围的事物。他自信而且力量强大，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需要呢去放下所有杂念纷飞的念头，就像是圣杯七一样或是呢你常常想着要同时做很多事把那些懊悔和担忧呢都从你的脑中去除吧，聚焦在你眼前的这一刻，你才能发掘你的内在力量。我们看到托特抽到了女祭司，这是要我们呢放下外在的伪装找到真实的自己，那也要发掘我们内在的力量并且呢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所求。那这张牌也显示着你需要处理的不是外在，而是自己的心灵。也许呢最近的你有点过度敏感，可能呢有时候呢会有点精神恍惚，或是你的心神已经脱离了实际的状态。所以呢宇宙呢也鼓励你要放下那些外在世俗的追求，还有繁杂喧嚣的一切，回归内心的平静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当你释放了压力，给予了宽恕，才能松开束缚，并且摆脱阻碍，你也才能勇敢地往前踏出下一步。我们看到了蜻蜓精神这张牌也是一样的意思你需要呢去探索你的内在真理，找回你的初心，并且呢也要看清那些用谎言欺骗建构出来的海市蜃楼。那有时候呢我们眼见的不一定为真唯有我们内在的平静与丰盛才是真的。那这呢会带给我们滋养的力量那么你的那些懊悔和担忧才能消散。而且呢接下来的你直觉和灵性成长也能有所提升我们看到了猫头鹰这张牌这代表着呢你将会有更强的直觉力，并且呢也会从一些深奥的神秘的古老知识中找到真理，也能拥有更精准的洞察力这都象征着一种内在探索与灵性发展的开端也会带给你新的人生体验和感悟。那执着这张牌也是同样的讯息这也是要我们了解，并且呢去探索自己内在的需求，还有就是选择放下。你可能呢常常会被过去的思维模式或是过去的人所阻碍着，被过去的恐惧和对未来的绝望感所捆绑。那即使呢我们常常带着伪装或是呢假装很快乐，你有可能让自己陷在一种固定的情绪模式中或是呢和前任藕断丝连，也可能呢是旧有的不健康的习惯，像抽烟或是酗酒，那一直作茧自缚，也无法使我们继续的前进。那抽到这张牌呢，也是提醒我们要做点什么事情来摆脱这样的束缚咯。这样呢，你才能过上更健康、更自由，还有真正的幸福人生。这需要一点勇气和毅力而宇宙呢，相信你也能做到因为呢，我们看到了玉皇大帝的这张牌，
它给我们的讯息是保持正念，心想事成。这也是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向内看，并且呢增进自己的知识，磨练自己的技能，不要被过多的忧虑与自我幻想给束缚住。当你为了抓住机会而做好准备时呢，这样呢你才能更快的遇见你的伯乐。因为呢心广如大海，然万物景色随之变换。能否成功呢，就看你是不是能知晓自己的心之所向了。如果你对未知的未来呢还有着很强的恐惧那么 Message 这张牌也代表着呢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消息的到来，为你带来新的转变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的讯息。我们看到呢，在未来突破最多的是你坚强的意志力而带来的成功，还有呢就是灵性提升而得到的一种内在的满足感。你呢能被安心感笼罩，并且能找到心灵的支柱。我们看到权杖七又出现了，这代表着呢你能不顾他人的反对与拉扯，坚持住自己的目标。虽然呢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质疑自己的声音但是呢你能透过行动表现来坚定你的立场，而且呢你也会更专注更拼命，有机会呢受到主管的赏识，他能看到你的能力，你也能受到重用或提拔。那在感情上呢，有机会找到懂你也能包容你的对象他会把你视为家人般的疼爱，那也会成为你的心灵支柱。那不过呢，我们看到未来的你有时候呢思绪还是会卡住或是有时候呢太以自身的利益为考量，太不顾虑别人，这样呢也容易为自己埋下苦果。所以呢建议你还是要广纳谏言采纳有用的意见，不要什么呢都一意孤行。还有呢要注意到的是，要得到多少，记得相对应的你也要付出这么多或是更多。那你可能呢就是太以自身的利益为考量了，所以呢有时候呢可能主管交代某些事项你会回避或是闪避，想说呢不要轮到我来做就好。但是这样的表现别人呢同时也会看在眼里的，想要怎么收获呢就要怎么栽，可能要思考一下，凡事不是都只有利益有时呢偶然的伸出援手，别人也会感激在心的，哪天呢说不定你也会收到回报。那恶魔的逆位也是显示呢在未来的你将会更多的用你的内在的力量来主导你的生命在工作上呢能表现不错，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过于自我，有点随心所欲有时候呢可能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要小心可能会树立太多敌人我们看到在未来的你强调的是内在的安全感和稳固的关系的一种能量不过呢要小心可能会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导致呢会有一些闲言碎语对你造成伤害那在感情的方面呢，可能有部分的朋友呢和别人呢喜欢上了同一个对象，会有遭受到情敌的攻击的能量需要小心的注意一下不过我们看到戒指、月亮和花园这3张牌，也代表着在职场上你的工作表现不错有机会呢签到大的合约，或是能力呢得到认可，而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升迁机会或是奖赏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茶叶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和关键字呢？首先是年长的女人这看起来是不错的能量有可能呢和她签订了新的契约或是交易买卖，这能为你的工作带来不错的进展。再来呢，灵性的爱也代表着你能得到内在的丰盛和富足，也能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而现在呢，也正是你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咯，
有可能呢得到新的机会或新的合作对象。再来，海马和树呢，都代表着和家庭有关的事物哦。要小心呢，可能家人会搬出某些条件，逼你去相亲啊，或是要你搬回家住之类的哦。建议你呢，不要受到诱惑而降低你的标准哦。再来就是提醒过了的，平常呢可能树立了太多敌人哦，要小心哦，有个双面人朋友。说着甜言蜜语，但是内心可能隐藏着坏心眼哦。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47卦的泽水困卦。困指的是困顿、受困之意哦。那这支卦呢，跟我们刚刚说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哦。如果你现在不幸面临着困境，如果呢能随遇而安，从容面对，甚至是越挫越勇，暂时精进自己的内在知识和技能，韬光养晦，多做少说，意志坚定地往自己的人生目标迈进哦。他日呢必有机会能东山再起。最近呢需要向内探索、自省，好好磨亮自己的剑哦。等到机会来时呢，就能一击必胜，赢得漂亮的一战。那虽然最近的挑战很多，但是呢，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记得要保持正念，努力不懈，最终呢，你也能得到相对应的成就和丰盛的成果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第2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3组的朋友，接下来的你在秋分过后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突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武曲天府、文昌、衰的反牌。你们呢蛮务实的，财运呢应该也不错哦。因为呢武曲和天府星都是属于财星。那相较于武指的努力耿直，天府呢则多了大格局的思考。你们呢常常会去思考要怎么追求才能更有效率，那要怎么工作呢才能赚得更多，所以呢也比较有谋略，行事比较灵活，也懂得变通。你们看重的呢不是蝇头小利哦，而是后面的金山银山。那这呢也会造就你做事比较有方法，是一个呢会用聪明的方式来做事的人哦，也会追求效率，也会懂得呢替自己创造机会。那我们看到牌卡上武曲的赚钱的齿轮呢，在天府的大宅邸后面，这也象征着你能通过努力奋斗来得到成就，是属于呢适合自己创业的格局。而且呢，你们也是一个一旦确立目标就会努力去一步步实践的人哦。做事呢有纪律，也能按照计划行事。那你们呢也能充分的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逻辑清楚，说话呢有条有理，也带着书卷气哦。那只是呢有时候自然散发出的优越感与傲气又有求好心切的特质，那有时候呢容易会让人觉得你很龟毛、挑剔，或是呢爱钻牛角尖，那也会有个人独特的坚持哦。那你们的文字表达能力应该是不错的，能透过文字呢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那衰的反牌代表你们的运势会有越来越好的迹象哦。那最近也觉得比以前更有活力，做事呢也觉得更得心应手。可能呢之前沉寂了一段时间，做事也力不从心。那最近应该是开始感觉运势有转好的一种状况哦。恶魔牌呢则象征着一种对控制生命的需求哦。你们最近的野心会比较大，那可能呢也有点控制欲哦。常常呢会过多的干涉别人的一切，那做事也会比较目标导向哦。
但是呢，你们的目标呢是属于比较实质的东西，比如说呢，我能得到多少利益或多少钱。而权杖4呢，则是代表一个阶段性的完成哦。比如说呢，刚刚提到的一个停滞能量的结束。那最近可能会有令你开心的事情发生哦，或是呢，之前觉得没忘了的事项呢，又再次燃起了曙光，面对再度重启的事情。那权杖9的逆位也是提醒你应该要思考用有别于以往不同的做事方法来应对这一切。那这也是要你去思考过去失败的原因找到问题点，并且呢加以改进。我们看到世界、金币石还有审判呢都是逆位的，那这代表着目前你有点不安于现况或是呢常常回想着过去那些丰功伟业无法自拔。那不过呢，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当你爬过了这座山，才发现呢还有另一座更高、更需要去爬的山在你眼前这代表着人生的挑战都是接踵而来的，没有停止的一天。那有一部分的朋友则会感受到最近财务吃紧，或是身边有一些会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就是他明明没有钱，可是会租名车、摆阔、好面子。那还有部分的朋友呢，则是会有家人因为钱财问题而发生争执或争吵，可能是由于继承方面而产生的争端觉得分配不公平所导致的。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呢，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那就代表呢这一组的讯息是给你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3组的朋友，接下来的你在秋分过后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突破呢？我们看到托特抽到了宝剑8 Interference， 这代表着过去呢你可能对人生的看法很混乱，身边呢可能发生了太多你无法解决的事，让你感到呢有点无能为力，或是你现在想法很多，你可能呢面临了需要选择的事情，但是要考虑进去的事太多，以至于呢你迟迟找不到最好的解决方法，或是一些内心的混乱你的意志与意识的打架，那有很多小小的不可以、不可行来阻碍着你但是呢，宇宙想要告诉你其实目前的这些状况也不是那么的糟糕因为这些阻碍呢，反而能让你暂停下来，好好思考、放松，并且呢放开自己的心，避免呢踏入更深的海沟，到时呢后悔也没有用了。你可以花点时间好好的去了解阻碍你的这些本质，回想一下最初的起源，那放下过多的思虑，你应该呢可以看见浅而易懂的道理那 Surprise Villain 呢，惊喜反派这张牌我们看到牌面上有一个满是笑脸的小女孩，但是她的影子却是个恶魔。这代表着呢，你有可能被你曾经所信任过的人背叛，或是呢，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原来呢，你以往的认知是错误的，或是呢，目前你身边有隐藏的小偷或无赖，正在毁坏或偷走你的心血。那这呢，也会让你对人性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和不安全感。我们看到呢，右下角的女神卡抽到了 Nornir， 这象征着命运的新机会与重生那他们呢，正在为你编织着命运的线。你的每一个人生的选择就像是游戏的关卡一样选择前进的道路呢，都是决定着你的未来和结果。那这都是一种因果循环的关系那这张卡呢，对应到的符文呢是 Perth， 这代表着运气还有命运的概念那也代表着一个未知的力量，它呢为我们带来了命运
机会，还有隐藏的知识和神秘的运行有关。那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哦，代表着未知的变数哦，也就是呢对未来的探索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的生活中呢，有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测的，而且呢也存在着潜在的机会和可能性哦。那 Perth 的出现呢，也是提醒着我们呢，需要更加灵活来应对周遭的变化，并且呢，准备好接受未知的挑战哦。同时呢，这也代表着机会的出现。那即使我们身在一种看似很困难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隐藏的机遇哦。那我们可以通过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敏锐的观察，并且呢，透过寻求智慧和指导，你将可以发现新的道路和新的可能性哦。那 Perth 跟火星还有牡羊座也是有着对应哦。如果你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想要改变的事情啊，那么宇宙要你开始尝试做出改变哦，并且呢迈出第一步。如果呢你只是站在原地等待，那么你将无法改变任何事。现在的你呢，无需思虑过多哦，也不需要呢多精准的计划，即使呢只有一小步，你也能看到改变哦。我们看到这个符文的形状哦，也是骰子杯的圆形哦。那这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放轻松一点哦。你可以边玩乐边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就是呢对生命保持赤子之心很重要。我们看到动物之灵神谕卡的 Sandpiper 玉鸟这张牌哦，这也是提醒我们当你的心很重，或是呢生活好像让你感到喘不过气，很沉重时呢，你可以试着去寻找快乐和幽默来减轻你的负担。试着呢通过生活中的小确幸来让自己感到满足和幸运，即使呢只有几分钟或是几个小时哦。那这些快乐正是你现在所需要的哦。那面对事情呢，宇宙也鼓励你呢去轻松的完成。那你有可能太过完美主义了，凡事呢都想要做到最好，一滴不漏。但是这样会让自己的压力太重了哦。所以呢，你现在可以试着随性一点，放开心，因为呢，人生本来就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再帅的人呢，也会有某些不为人知的小缺陷。所以呢，现在的你应该恣意的享受生活中带给你的乐趣哦，即使呢，它是很荒谬的。但是呢，只要你愿意跳进去，你将会发现你的能量呢将会焕然一新。那耐心的反牌也是一样的意思哦，请你呢试着改变自己的方向，敞开心房，接受任何的可行性。而且呢，现在也是你需要重新启动和采取行动的时候咯。宇宙呢要你眼睛睁大一点哦，看看你的身边是不是有新的或是意想不到的机会到来。那去接受这一切哦，你才能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哦。Scalable 圣甲虫和鱼这两张牌呢，也是一样的意思哦。这说明了接下来在你的生命中将迎来一个新生的力量，而且呢，这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机会和好运的来临哦。因为呢，宇宙知道你很努力。You are deserving， 你是值得的，也能得到应得的奖赏。只要呢你能保持正念就能心想事成。我们看到了玉皇大帝的这张牌，这也是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向内看，并且呢增进自己的知识，磨练自己的技能，放松自己的心情，用更有趣、更开放的心来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那也不是要你游戏人间而是呢要你不要被过多的忧虑与自我幻想给束缚住哦。当你呢为了抓住机会呢而做好这些准备而且呢也改变自己的心态，
这样呢，你才能更快的遇见你的伯乐。因为呢，心情放轻松，把心念转正，接受它，一切豁然开朗。心放开了，幸运就来了。正所谓境随心转，就是这个道理哦。能否成功呢，就看你是不是真的能了解咯。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的讯息。在秋分之后呢，你在哪方面的突破最大呢？我们看到你在行动力、工作，还有人际关系、思考能力，还有财运和安全感这方面的突破最大。如果呢，最近你想要创业发展你的兴趣，我们都看到你呢会更坚定你的梦想，而且呢会经由你不断的努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来完成它。就像有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生活中要缴的钱太多了，所以呢你想兼职一下，做2份工作。那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看到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呢来达成目标。这讲的是一个坚定的意志力和行动力哦。接下来的你呢，将不会缺少这些。那在感情方面则要小心太多的专注力在自己的身上，而忽略了另一半的心情。可能你们的感情蛮稳定的但是呢，偶尔还是要来个仪式感或是新鲜感。那也不要把对方付出的一切呢视为理所当然，以免呢关系有可能产生变化我们看到这里也出现了2张一呢象征的是一个开始那宝剑一呢代表着你有可能呢会有新的意念形成也就是对未来呢你会有新的想法和新的体悟。那你也能了解想要实现这些计划呢需要的是什么。那你也能通过清晰冷静的思考来获得呢更多的灵感。而且呢，你也将会更务实你也会努力呢，让自己得到充分的条件来展开新的计划。你有可能会开始一项新的事业，或是呢事业中的一个新的阶段你也会呢为这个事项进行投资，而且你也知道呢这些花掉的钱是能够回本的。而你呢也会有新的价值观成型同时呢也会愿意慢慢的耕耘，是逐梦踏实的开始。那这呢也是你人生重要的一步而战车牌的逆位就是在提醒你不要躁进，而且呢需要从过去的那些经验中吸取教训，让自己得到成长。那如果呢在过程中呢有遇到一些阻碍不要忘记停下脚步，来找回自己的初心愿景，并且呢放松心情掌握好自己的情绪。那掌握好情绪呢是能决定你人生的高度在哪里的小孩这张牌呢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呢在这繁忙又紧绷的生活中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忘了对一切保持好奇心，学习着呢像小孩那样不怕危险的去探索一切呢？这也是要我们找回初心放松你的心情，这是关键因为呢那些忧虑的情绪，如果你不放下的话，你只会在那个思绪的回圈中不断的内耗自己，但是却什么也得不到。不要让你走心的情绪呢一直影响着你不过呢我们看到书、熊和灵魂这3张牌，这也代表着你将能透过神秘的力量来让自己得到保护一个心灵满足的力量可以让你得到最坚强的后盾。你将找到自己心灵的信仰，来让自己获得平静和得到保护。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茶叶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和关键字呢？首先是猫头鹰，这代表着你要放开心来接受别人的建议还有意见有可能呢会得到不错的建议。再来老虎，跟我们刚刚的 Perth 一样人生呢本来就是充满着关卡，那有时候呢你不点进去这个关卡你不会知道里面将会遇见什么挑战那虽然挑战有可能很困难，
但是呢，凭着一点的实力，再加上一点运气，说不定呢就通关了。那这呢也是鼓励你呢要去做一点冒险的事哦，不要什么都循规蹈矩哦，这也会限制住你的发展性哦。那手指呢，则是警告你现在或将来出现的问题，你必须要注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些讯息哦。如果呢你能得到启示的话，那么在未来的不久后呢，你将有可能收到对你而言很珍贵的礼物或奖赏。所以呢，现在也正是你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咯。那这段旅程可能不会太短哦，有可能呢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大象的出现也告诉我们，不管你在过程中呢经历了什么，你都将变得更有智慧。而且呢，你不要怕进展太缓慢哦，因为虽然慢，但是可以确定你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过呢，最后宇宙也要提醒你哦，需要小心的应对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哦。最需要注意的呢，应该是你的情绪还有思虑的状况，这都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讯息呢是一样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28卦的泽风大过卦。大过呢，指的是大大的超过了自身所能负担的程度。那也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你有可能承受了太多你无法负荷的事情，就像是身边有着能量的吸血鬼，一直汲取你的能量一样到最后呢，导致你吃不消。那这种无穷无尽的要求无穷无尽的剥削的事情，也是在告诉我们，做事呢不要勉强，不行呢就直接跟他说不行。千万不要为了短暂或片面的圆融逆来顺受，那也不要呢当一个烂好人什么都照单全收。凡事呢需要量力而为，以免呢误己误人，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哦。最近你的压力很大建议你呢凡事量力而为而且不要打没把握的仗，以免呢受到伤害。那最近可能会感到很疲惫建议你可以放松一下，找到心灵的平静。那也可以休息一下不要凡事呢都把自己逼得太紧，可以有助于你接下来实现要前进的道路或目标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第3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咯，拜拜。